上一期节目你说特殊打法上限低，评论区应该挺热闹吧？何止热闹，很多球友觉得我是在看不起特殊打法，但其实你不是那个意思。完全不是。所以今天我就把观点说得更直接一点，特殊打法其实更适合业余球友，而且我个人很多时候也是建议业余球友考虑特殊打法。业余球友真正的优势是什么？这个我还真没想到，很多人会觉得特殊打法是不是退而求其次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很多业余球友身上反而有一种特别适合特殊打法的天赋，球感和手感。业余球友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打球多，可能不是系统训练，但天天约球、野球、混双、车轮战，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形成两个东西：球感、手感。这两个词大家天天说，但到底是什么？它不是某一项技术，更像是一种对球的敏感度。比如球一过来，你知道它会往哪儿跑，拍子一碰就知道该轻一点还是重一点。这种东西很难量化，最难练的其实是感觉，而且球感、手感特别难练，因为它不是今天学动作，明天练多球就能立刻提升的，它特别依赖长时间打球、大量实战、长期沉淀。那这跟特殊打法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太大了，因为特殊打法最需要的能力就是反应速度、控制能力，而控制能力本质上就是球感加手感。二，业余球友的劣势反而适合特殊打法。那业余球友最大的劣势是什么？这个就太多了。业余三大通病：第一，动作框架不稳定，大臂乱晃，发力断断续续，动作容易变形。第二，步伐差，几乎全是站桩输出，球来了再动，手带身体，身体带脚，而不是脚带身体，身体带手。第三，不会摩擦，很多人根本不会拉下旋球，制造旋转拉弧圈球。但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反而适合特殊打法。对，这个很反直觉。三，为什么缺点反而适合特殊打法？框架不稳定，相持差，那就别打相持。动作框架不稳定意味着什么？相持能力差。现实里真正能连续对拉、连续进攻的人非常少，很多业余比赛其实都是3板之内结束。这倒是真的。那特殊打法的怪就特别适合前3板，因为节奏怪、落点怪、旋转怪更容易在前几板直接解决战斗。步伐差，那就打近台。第二个问题，步伐差。很多业余球友一被拉开就完了，但特殊打法基本都是近台控制型打法，目的就是让对方难受、失位。为什么特殊打法更省跑动？因为颗粒胶、防护胶弹性弱，球速容易慢下来。球一慢，双方都更容易站住位置，不需要像两面反胶那样中远台对拉，左右大范围移动，等于是在降速。对，非常准确。不会拉球，那就别硬练摩擦。第三个问题，不会摩擦，很多业余球友练很多年也拉不稳定，因为拉球太难了。拉球到底难在哪？拉球需要步伐、重心、发力、摩擦、连续性，缺一个都难，而且特别累。特殊打法的逻辑，特殊打法既然本来就不擅长摩擦，那干脆放弃这一套，专心防守、控制、借力撞击。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是扬长避短。对。特殊打法对于业余球友来说，简直像是量身定做的。四，业余球友为什么容易练出绝活？我发现很多野球高手都有绝活。没错，因为打法单一，反而容易把一个东西练到特别强。常见绝活，比如发球、搓球、铁防、控制、弹击、推挑、拍打。发球特别提醒，这里我特别说一句，发球好一定要建立在合规基础上，别学合力发球、假抛、遮挡、回抛、台内发球，这个确实很多人爱钻空子。咱们打球赢也要赢得光明正大。五，野球圈最可怕的几种人。你刚才提到铁搓挡，这个名字太形象了。真的有，而且特别难打。铁搓挡就是你一拉它就搓，而且特别稳、特别准、特别短，你越着急越失误。铁防型，还有一种更狠，金钟罩铁布衫，你打半天打不死，最后自己先崩溃。控制型高手，还有那种4两拨千斤，你满场飞奔，人家轻轻一碰，最后你发现自己腿快跑断了。野球秒杀技，还有弹击、拍打、推挑，这些在野球里杀伤力特别大。一句话，比你爆就是帅。六，特殊打法最大的代价，孤独。听起来挺爽啊，那问题在哪？问题是，特殊打法最怕熟人，熟人局越来越难打，因为刚开始别人不适应，后来慢慢熟了，你的怪就被破解了，所以你会越来越孤独，赢了也不容易被认可。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很多人输了以后会觉得不是你厉害，是你打法怪。这个确实经常听到。所以特殊打法有时候很尴尬，赢了但别人不服，你觉得是技术，别人觉得是投机。七，特殊打法为什么很依赖手感？还有人说，特殊打法几天不打就废了。这个是真的，因为特别依赖手感，手感一丢很难回来。
你几天不碰球，控制没了，节奏没了，落点没了，恢复特别慢。长球也难。而且特殊打法往后提升，本质还是提高稳定性。但问题是自己练着难受，对手陪练也难受。很多人练着练着，自己和朋友都快崩溃了。收尾总结。所以今天这期其实是在重新定义特殊打法，不是说它不行，而是它特别适合业余环境。对，尤其是没有系统训练，步伐一般，相缠一般，球感不错，这种球友特殊打法很多时候反而是最合理的选择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有成长限制，有适应性问题，很依赖手感。对，没有完美打法，只有更适合自己的打法。好，这期聊得特别真实。如果大家对特殊打法还有想听的内容，也可以留言，记得关注、点赞、分享。我们下一期继续聊乒乓球。好，下期见。